就是我前辈，他们以前就在那边短进短出就是短期翻新后卖出，结果算一算他跟我说好像还是算了因为他就看着以前翻修过的房子的实价登录，他就当初的买方买来是自己住，然后住了5年拿出来卖，结果这5年的放生增值比他们那么辛苦做翻新东搞西搞有的没的还要多很多，真的多很多，不止一个案例实价登录他一直开，你看这个案子也是啊，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以前短跑做很凶，然后后来发现短跑赚的钱对比后来放生出租就用时间去换那个资产的膨胀那个短跑赚的钱完全不值得就很不值得就对了。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是真的很大，5年前没有那么多规矩那现在的政策框架都逼迫我们这些资产投资的周期避险拉长非常的多。那你可以看这就是政策这个就是大浪。买房置产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普遍的隐患。先说结论，这个房地产置产最大的风险是你自己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买房比买股票还要稳健，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子最大的风险这次这一集我们就来延续上一集的节目，来讨论买房子的风险在哪里风险我知道你现在大概在想说阿元不是讲买房子很稳健几乎没有风险那现在怎么又有那么讲风险其实风险还是有的啦我也没那么无脑那边什么房地产无敌论我不是这样那个风险我一开始就讲，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你自己台湾的俗谚有一句话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不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自己不要作死，你就不会死嘛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你就不要去走夜路嘛就是这样。买房置产这件事情是很稳健没有错，台湾的银行这么保守，基本上银行愿意贷给你你要想你去银行贷款假设你首购你贷款1000万的房子，你出200，银行贷给你800那银行还敢贷款给你这间房子谁出的钱比较多？银行呢，对不对？所以银行它比你还保守还谨慎，它一定是觉得你可以，然后才放给你的嘛，对吧？就代表你一定是有那个还款能力，他出的钱比你还多呢那会还不出这个月缴贷款，就一定是你怎样？你把你的钱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你一开始就在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交易像我们上一支影片讲的，买股票买到需要补钱或是你用新青安还出租现在被抓到要把它吐回去，然后有没的，不然我实在想不到会有什么风险会让你无法继续持有这间房子那个什么租客跳楼这件事情就不要讲了，那超低概率事件，那个遇到就遇到了。那解法我也讲了嘛，就是你房子不够多，你不会说有个5间8间房子，这租客都约好一起跳，不会嘛？对啊，所以你房子多的话被跳了1间，那就看怎么处理，就鼻子摸摸就认了就这样。如果你只有1间自住的房子，1间正在出租，那你当然会放大检视，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租客好恐怖什么的房子变多就没事了好来所以你要知道，房地产断头潮10年难得一遇我那么讲100年难得一遇就浮夸了我只是要表达这件事情极难发生因为台湾房地产就有所谓的僵固性这那个经济学的专有名词你可以去查僵固性。我知道现在大家在讲说4年之后会发生房市断头潮是因为新青安启动日是8月1号，去年2023 8月1号，所以第一波申请新青安的人，如果使用5年宽限期到期那之后他就要开始还本金利息，他就缴不出来这间房子就会被法拍到时候我们再去减就好。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极难发生极难发生。为什么？因为当你这间房子持有超过5年来，你有太多解法让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你知道？你可以卖掉对你奇怪呢？你可以转贷转到另一间银行然后你可以干嘛？那你有太多手段可以把钱拉出来这个怎么拉我就不讲了你去找认识的房仲或是行员他们都会教你，手把手的教因为对银行行员发现你在问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就是业绩，他就可以卖理财产品就这样。这些乡民期待的第一点就是房子会被拿出来卖。那我问你，5年之后的房子就算崩盘好了，我们讲最惨的情况，它有办法崩回5年前的价格吗？
它有办法崩回2023 8月1号的价格吗？基本上不可能。房地产的崩是怎样？就是停在那里大家都觉得要崩，涨不上去就要崩了现在大家标准超级高，就变成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4年之后会出现什么？那你说4年之后会出现什么事情？我自己的猜测是换屋潮。换屋潮为什么？因为这2年也不止这2年这几年来成交最多的都是两房。你看这个新闻两房的户型，来这个高雄新房越买越小，过半买两房，预售成交价2年涨3成。它标题讲高雄，但其实不是高雄而已，对不对？你是新竹的，新竹是不是两房也是因为它低总价好负担，它也是很火热。桃园的很火热，台中的两房那卖的不要的，台南的也一样，都一样，全台湾都一样，就是两房那预售2年涨3，预售太贵了，买预售的人有超过一半都是买两房。那这些买两房的人在5年之后一定会撞到换屋的需求。我跟你说，这个我就敢保证了，保证的几率实现几率应该是超过85%。原因很简单，现在买两房的他一个人他不太会去买两房更不会去买3房大概就是小夫妻快结婚或刚结婚，然后先买一个预售就是这样。那些夫妻只要有小孩出生，就会有换屋的需求那这是真的啦，就是我去看中古的两房，看了应该超过最近期超过的时间一定有，我都故意去看中古的两房。两房为什么要卖因为它中古要卖，我去看嘛，因为要换屋，换到什么3房，然后你去看换屋的原因很一致，都不是什么工作异动，都是说空间不够，房间不够因为小孩子出生。你去看那个中古里面还有住人的那个两房收纳啦，东西蹲的到处都是，你走路要闪，你知道，尤其小孩出生之后就是变这样。我看了还是中古的两房呢，中古两房还叫空间大呢现在新两房我不相信你收纳有办法处理，什么收纳魔法你空间硬性上就是这样，你要怎么收纳成2个人加小朋友东西很多呢，超级多。我就是去看了这些两房发现干不行，这个两房未来一定会有换屋潮的。我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我去看的嘛。东西太多了，超级之多，蹲的到处都是我有一集专门在讲这个两房收纳绝对我这样讲你没有感觉，对不对？收纳出大问题我又不好意思拍人家家里给你看那人家隐私的问题，东西蹲的到处都是，连电视柜都被蹲满了蹲满房间的东西房间的衣柜根本不够用。你还有冬衣，你还有被子那行李箱那么大一坑那个厨房厨房的话没有电器柜那厨房的上面放锅碗瓢盆的地方都被拿来塞东西不然怎么办？没有地方可以放。然后小朋友的那个婴儿车什么地垫那种到时候走路真的是要闪。那你说他们乱蹲东西吗？都不是。如果我去看一家我就跟你说他们乱蹲是不准我去看了至少我会看20几间，然后7、8间里面还有住人就是真的屋主离开让我们看就这样。我是陪人家去看的那就是生活的现状，那真的是走路要闪，很夸张啦。那我一看到我就是我真的是哇，这个一定会换3房。然后果然他们要换屋的理由很一致，就是空间不够。5年之后你就解除了房地合一 2.0 的交易限制，你就降到 20%。我现在再回来刚刚讲的那个新青安5年好，然后你又多了400万重购退税这张牌可以用。事实上，政府的政策暗示就是要叫这些新青安的人在5年之后考虑换房子嘛，不然呢？把这些两房挪出来给新一批的人买，所以可预见的未来是5年之后电梯3房需求大增。我的判断就是这样不然5年以后你拿这支影片来看有没有办法打我的脸我的判断就是这样，我真的身体力行就是这样。换屋需求大增两房的部分其实也不会说掉价钱因为会有新的一批人去接这个两房。那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台湾的房子其实一直处于盖不够住的情况，这是真的盖不够住为什么？屋龄的关系你新房子低屋龄实在太稀有了，太少了。之前不是有讲过，过去有影片你可以找一下，反正就是台湾的老屋交易30年是政府认定的老屋30年的房地产交易，这个占比已经到了30%以上所以现在2024的买卖时间里面有3间超过30年，一些县市甚至到了
5间6间这种地步。所以你有一个新两房啊，这件事情在市场中这叫很难得10年内屋龄这个都叫很难，就可以卖得很贵。我们讲回来如果你是想要等到4年以后去捡那些新青安便宜的，我会跟你说，你应该等不到你应该等不到，应该就是这样，到时候会有换屋需求，所以比较好的策略是能自产3房自产3房然后就等了迎接这个换屋潮就好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最大的风险。那我的看法是，买房最大的风险是你自己，因为银行愿意贷款给你啊，他绝对是有算出的钱比你还多呢，对不对？银行都敢放给你，你还会还不上月缴。我告诉你，就2种可能，你把钱挪去别的地方，像是你玩股票玩到需要补钱第二个，你用新青安出租被抓到然后导致你要吐钱回去，不然有什么风险真的会让你无法继续持有这间房子？就没有啊，你不乱搞就好了啊。失业失业这件事情，可能这个我还没想到，这个我改天我再来拍一集失业，你现在想要看到房市断头真的很难啊。现在一堆人都在等4年后第一批申请新青安的人会缴不出房贷，然后他们可以捡便宜，但这件事情极难发生，因为当这个屋主贷款已经缴了5年，他有太多方法把这些钱拉出来那最差就是卖掉。他在卖掉的时候，他卖你5年前的价格干嘛啦？最可能发生的就是4年以后出现换屋潮那就是这些新青安上车了，很多都买2房，5年以后都会需要换成3房的这个需求，原本的2房就给下一批的人接手。为什么？因为它屋龄算轻的也就是说，这些想要捡便宜的乡民们捡不到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很多会员来问我问题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用错视角来看房地产这个产品。典型的问题就是我问给你看来阿元，那个我预售屋交屋之后要马上卖掉要被抽45%这个要怎么破解？比方说我再问一题比方说我买到一间糟糕屋况翻新后卖出，买加装潢到卖出时间在1年之内，我要做短跑，可是这样要被抽45%，而且我的下一手只能用之前的建价。阿元，请问这个怎么破解？破解个雕你看这个问题就很典型啊，这就是我说的用错视角来做房地产了。因为你信不信，你在现在的政策框架之下你就乖乖的放生出租，等到第6年第1天你再来卖到时候你适用房地合一 2.0 的20%税率因为超过5年了，你赚的还比较多，你知道，你不用那么忙，你还赚的比较多这个我是有证据的就是我前辈他们以前就在那边短进短出就是短期翻新后卖出，结果算一算他跟我说好像还是算了因为他就看着以前翻修过的房子的实价登录，他就当初的买方买来是自己住，然后做了5年拿出来卖，结果这5年的放生增值比他们那么辛苦做翻新东搞西搞有的没的还要多很多，真的多很多，不止一个案例石家墩他一直开，你看这个案子也是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以前短跑做很凶，然后后来发现短跑赚的钱对比后来放生出租就用时间去换那个资产的膨胀那个短跑赚的钱完全不值得就很不值得就对了。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是真的很大，5年前没有那么多规矩那现在的政策框架都逼迫我们这些自产投资的周期避险拉长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看哦，这就是政策哦，这个就是大浪哦。那你要在这个大浪中，你这边一个人独自游泳，你还想要逆风前进，然后来问我说1年内短跑这个适合吗？奇怪，那你要1年内短跑，你干嘛不去做股票？你什么东西还不用忙这个滑鼠点一点按一按而已，不是吗？你来做房地产，你还要短跑，这不是很奇怪？这个我说用错视角来看房地产，你这样是在跟政府正面对干，你知道吗？哦，这个就是用错视角来看房地产这个产品。他会讲1年的周期，那你去做股票，你这个一定是股票流派出来的，你去做股票，不要把那个股票的坏习惯套用在这个房地产上来。我真的希望有看我影片的朋友们你都做房地产了，就是要有长报的打算，不然你就不要做，你就去股票就好了因为这个会比你在短线在那边冲来冲去、搞来搞去都还要赚钱很多，不要乱搞啦。像今天的主题，房地产最大风险是什么？是你自己。你不要乱搞嘛，你就买来然后做个好房东，认真挑租客，就安心收租。这件事情难在哪里然后你就不要乱搞嘛，你就长报，时间会给你丰硕的报酬，就这样。